我穿越斗罗成了冷傲护地狂魔。作为唐武林的亲哥，我深知他体内封印着足以撕碎神界的金龙王神核。这一世既然我是哥哥，那么武林神若拦你，我便是神；天若压你，我便崩天。此时奥莱城的红山学院内，唐武林正紧紧地攥着我的衣角。哥，我心跳好快，要是我觉醒不出魂力怎么办？我反手握住了他的小手，别怕，不管是锄头还是镰刀，哪怕是蓝银草，只要有魂力，哥就能带你飞。天塌下来，有我顶着。我的话音刚落，一道声音就传了过来，下一个唐凌渊。闻言，我转身走进了觉醒室，传灵师示意我站入六芒星法阵。然而当我的双脚踏入金色纹路的瞬间，一股源自血脉深处的咆哮轰然炸开。片刻后，一柄漆黑长枪从我的掌心缓缓浮现，这正是属于我的武魂霸玄神枪。见状，传灵师脸色巨变，他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器武魂。接着他双手颤抖地递过了魂力水晶球，我将手放了上去，下一秒夺目的蓝光骤然爆发，传灵师顿时失声尖叫，先天满魂力！天哪，又一个天才诞生了！我则神色平静地收回长枪，颔首道谢后走出了觉醒室。门外的唐武林正眼巴巴望着我，我则一脸温柔地走到了他的面前。先天满魂力，很顺利。武林，到你了，去吧。漫长的等待后，唐武林一脸沮丧地走出了房间。哥，是蓝银草，魂力只有3级，我不能去魂师学院了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的人群瞬间炸开，居然是废武魂！蓝银草不就是路边的杂草吗？真是一龙一虫，看来以后只能给哥哥提鞋了。闻言，唐武林将头垂得更低，我则淡漠地扫视四周，视线所过之处，所有嘲讽与议论戛然而止。随即我握住了唐武林的双肩，强迫他抬起头。灵儿，看着我，谁说蓝银草是废武魂的？你的蓝银草在呼吸，在渴望，它和别人的不一样。唐武林的声音里带着哽咽。哥，你不用安慰我，我从不安慰弱者，但我相信我的弟弟。武林，记住，老天给了你最难走的路，哥哥就陪你把路踩平。你要资源，我去抢；你要灵物，我去找。哪怕翻遍斗罗大陆，我也要把你的蓝银草堆成遮天蔽日的黄。听懂了吗？闻言，唐武林用力地点了点头。接着我牵起他的手，大步向校外走去。回到家后，我将武魂觉醒之事告知了唐自然和狼月，两人看着一脸歉意的唐武林，满是心疼。我则向他们说出了我的打算。爸妈，我想带灵儿去学锻造，先天满魂力带给我的不只是魂力，还有远超常人的体力。而且我们兄弟俩的食量会越来越大，家里的工资养不起2个魂师，我必须主动为家庭分担。我想去芒天叔叔的锻造室，我有力气，武林有韧性，与其让他因武魂自卑，不如让他挥动锤子，一点点敲出属于自己的自信。听到这话，唐自然沉默片刻后，最终长叹一声：好，明天放学我带你们去。第二天，红山学院教室内，一个小胖子正看着我们大声嚷嚷：那个唐武林武魂居然是废武魂蓝银草，真浪费一张好脸。说着，他伸手指了指唐武林，那个种草的，以后没饭吃可以来我家拔草，我给你工钱。唐武林想要反驳，却被蓝银草3个字压得张不开嘴。见状，我缓缓走向了那个小胖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闻言，小胖子结结巴巴地回答：万云超。很好，万云超，记住2件事：第一，蓝银草不是废武魂，就像你长了脑袋，却不一定会用；第二，再让我听到你说我弟弟一个字，我就把你的牙一颗颗敲下来，听懂了吗？此话一出，教室里一片死寂，万云超则当场吓哭。随即我走回座位，温柔地摸了摸唐武林的头，武林，坐好，要上课了。一天的课程很快结束，放学路上，我和唐武林走在巷中，没多久，前方就传来了一阵呼救声：救命，别过来！唐武林当即循声冲了过去，我也紧随其后。只见巷子深处几个混混正围着一个银发紫眸的小女孩，我一眼就认出那正是银龙王古月娜的半身娜儿。就在混混头子要抓向娜儿的瞬间，唐武林当即大吼了一声：住手！混混头子一脸坏笑地打量了他一番，哪来的小屁孩，滚远点，不然连你一起揍！见状，我将唐武林护在了身后。武林，看好了，对付这种垃圾不需要讲道理。混混头子被彻底激怒，抡起拳头直奔我的面门，我则不退反进，漆黑霸玄神枪凭空浮现，直戳混混头子的肋下。下一秒，混混头子就惨叫着跪倒在地，随即我又是一枪狠狠抽在了另外2个混混的腿上，2个混混也瞬间倒地哀嚎。对此，我冷冷地吐出了一个滚字，几人如获大赦般瞬间消失在了巷子尽头。唐武林连忙跑到了奈儿的面前，别怕，坏人被打跑了，你的家在哪？我们送你回家好不好？闻言，奈儿轻轻摇头，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了我的身上。随即我走上前，伸出了一只手，能站起来吗？既然不知道去哪，就先跟我们回家吧。奈儿犹豫片刻后，还是将手搭在了我的掌心。很快，我们3人就回到了家中。狼月看到脏兮兮的奈儿，眼中满是心疼，立刻带她去洗澡换衣。我则向唐自然说明了情况，爸，她在街上流浪没有去处，明天你带她去联邦政府问问，如果找不到家人，我想留下她，家里的开销我来想办法，我有手有脚，又是魂师，养得起妹妹。唐自然笑着揉了揉我的头，傻小子，你才6岁，养家是老爸的事，既然你们带回来了，就是咱们家的一份子，多双筷子的事，爸扛得住。这时奈儿也洗漱完毕走了出来，唐自然看着他的精致面容笑了笑，奈儿，今晚你先住下，明天我帮你找家人。这是武林哥哥，这是林渊哥哥。奈儿则怯生生地走到了我的身边，谢谢林渊哥哥。闻言，我动作一顿，看着这位未来搅动大陆风云的银龙王，我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弧度。剧情已经开始，银龙王入局，明天去找芒天，只有把锤子抡起来，才有资格在这个世界说话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，此时红山学院的冥想课上，班主任林希梦正柔声引导，唐武林则盘坐在蒲团上满头大汗，他的蓝银草太过弱小，很难感应天地元气。武林，调整呼吸，吸气3秒，停顿1秒，呼气4秒，想象自己就是一株草，深深扎根在土里。听到我的话，唐武林当即按照我的节奏呼吸，片刻后，原本四散奔逃的蓝色光点竟缓缓向他靠近，一点一点地渗入了他的体内。唐武林当即惊喜低呼：哥，我感觉到了。林希梦站在讲台上美目圆睁，只因我传授的呼吸节奏，连他这位2环大魂师都觉得魂力运转的十分顺畅。下课后，他直接把我叫到了办公室，
教导主任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先天满魂力，霸道武魂，加上对魂力修炼的深刻理解，唐凌渊，学院决定给予你特级优待，条件是3年后的升学考试，你必须以红山学院的身份考入东海城最好的中级学院，等你达到魂帝级别，回学院授一堂课，作为交换，学院将出资为你购买随机抽取魂灵的入场券，你意下如何？听到魂灵，我没有丝毫的犹豫，成交。放学后，唐自然如约带着我们兄弟俩来到了一间不起眼的铁匠铺，这里正是芒天的工作室。此时芒天正背对大门，手中重锤飞速挥舞，唐自然上前打起了招呼：“芒兄。”闻言，芒天停下动作，转过身：“自然，这就是你说的2个儿子。”说着，他的目光扫过了唐武林，太漂亮了，像个洋娃娃。我铁匠铺不是托儿所，细皮嫩肉的，连锤子都提不起来吧？随即他看向我，眉头皱得更紧，这个眼神太傲，心不静，打不了铁。我则不卑不亢的上前一步：“芒叔叔，能不能打铁？不是看脸，是看手里的活，您只管出题。”芒天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6岁孩子说话竟如此老练。片刻后，他踢来了2把乌钢锤，2把锤子，左手一下，右手一下，1小时内敲满1000下，谁的手腕没有被震断，我就收水。闻言，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握住锤柄，下一秒2把20斤重的锤子就被我轻松提起，接着我腰部发力，力量顺着脊椎传导至手臂，第一锤落下后，锤头高高弹起，我则顺势借力，仅仅10锤后，我的动作就变得行云流水。见此，芒天死死地盯着我的手臂，借力打力，这孩子的肌肉控制力简直是天生的锻造师胚子。仅仅半个小时，我便面不红气不喘地扔下了锤子，1000下完成了。此时芒天眼中的冷漠已经渐渐转为狂热，随即他看向了唐武林。唐武林没有我的神力，提着锤子小脸涨得通红，每一次挥动都用尽全身力气，甚至虎口都被震出了鲜血，可他却死死咬着牙：“哥哥能做到的，我也要做到，我要保护那儿，我要帮爸爸妈妈。”片刻后，一股暖流从他脊椎尾部缓缓升起，金龙王血脉在极度压榨下悄然苏醒。唐武林已经力竭的手臂再次爆发出了力量，随着最后一锤落下，他也直接瘫软在地，整个工作室顿时一片死寂。芒天看着我和唐武林不禁惊叹：一个天生神力，技巧天成，一个韧性如钢，死不服输。自然，你这2个孩子我收了，教不好他们，便是我芒天无能。我和唐武林连忙躬身道谢。唐自然走后，芒天没有让我们继续挥锤，而是搬来了一块黑板。打铁不是乱砸，普通铁匠只能改变金属的形状，而真正的神匠能唤醒金属的生命，我们称之为百段、千段、灵段、魂段、天段。当然那些对你们太遥远，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会去听。闻言，唐武林歪着脑袋发问：听什么？听响吗？这时芒天看向了我，你觉得呢？我则接过生铁，指尖划过了粗糙的表面，听他的纹理，听他的弱点，听他想要变成什么样。万物皆有呼吸，金属也一样，顺着纹理打，它是活的；逆着纹理打，它是死的。这话让芒天瞳孔一缩，倒是说的精辟，那就试试吧。随着芒天的一声令下，我闭上双眼，手臂紧绷，第一锤精准地砸在了铁胚最脆弱的节点，紧接着每一锤都砸在了上一锤落点的边缘，力量的层层叠加也将杂质强行挤压而出。仅仅10分钟，我便收锤，原本灰扑扑的铁胚体积直接缩小了一半，表面还泛着银色的亮光。对此，芒天的声音里带着颤抖：一品精铁，快接近100段了，第一次锻造就能达到普通学徒3年的高度，不错。说罢，他看向了唐武林。唐武林虽天生神力，却不受控制，铁胚被砸得坑坑洼洼。见状，我上前按住了唐武林的锤柄，灵儿收回3成力量，只用7成，感受锤子反弹的瞬间。在我的引导下，唐武林深吸一口气，重新举锤，锤头借着反弹力高高跃起，那种顺畅的感觉让唐武林眼睛一亮，他仿佛开窍一般，每一锤都势大力沉。半小时后，唐武林终于兴奋地大喊：哥，我做好了！只见钳子上夹着的铁板平整光滑，没有任何凸起与杂质。芒天当即神色激动地看着我们兄弟俩：从今天起，我便是你们的老师了，我会把所有锻造知识全部教给你们。我和唐武林连忙齐齐应声：是，谢谢老师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清晨我带着唐武林在蓝银草地修炼，白天在学院上课，傍晚则在铁匠铺挥汗如雨。唐武林的蓝银草愈发肥厚，色泽深蓝，酝酿着质变。我的锻造技巧也日益精进，10分钟便可将生铁敲成100段雏形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周后，今天是我去传灵塔抽取魂灵的日子。此时我来到了学院门口，林希梦早已在此等候。就在我们要启程之时，一道魁梧的身影朝着我大步走来。老师，您怎么来了？闻言，芒天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关切。我不放心，学院的随机抽取7成概率是10年白色魂灵，100年魂灵仅有3成。我带了钱，如果抽出来的是垃圾，不要融合，我出钱给你买适合枪武魂的100年魂灵，100万以内，老子出得起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中一阵感动，100万是芒天半辈子的积蓄。随即我对他认真行了个礼：老师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真到那一步，我不会跟您客气。闻言，芒天冷哼了一声：那就好，上车吧，我也去盯着。传灵塔那帮人最喜欢看人下菜碟了。说罢，他便拉着我上了马车。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传灵塔，接待员神色冷漠地将我们带到了测试室。先测了魂力后，工作人员又开始给我测试精神力。只见他漫不经心地按下启动键，下一秒红色警报灯就疯狂闪烁，数值突破了初级测试区间，屏幕数字直接飙升到了118。工作人员顿时失声尖叫：这不可能，仪器坏了，快重启！对此，芒天的声音里带着狂喜：不用重启了，是灵通境，不过出入灵通境，精神力破100，一个6岁孩子怎么可能拥有这般恐怖的精神力？这是许多大魂师苦修多年才能抵达的境界。林希梦则呆立原地说不出话来，他原本是打算带我来长见识，可被震撼的人反而是他，但我却并不意外。穿越者的灵魂本就强大，这点数值并不算什么。见状，我站起身揉了揉太阳穴，可以去抽取魂灵了吗？此话一出，工作人员立刻换了副恭敬的模样：小天才，这边请。随后我们便来到了抽灵室，只见一个巨大的球形魂导器矗立在抽灵室中央，它的内部还翻滚着无数光球，每一颗都封印着魂灵。按下红色按钮后，光球就会落下，白色的光球是10年，黄色的则是100年。见此，我体内的霸玄神枪发出了饥渴的嗡鸣，它在渴望能配得上自身的存
存在。随即我不再犹豫，右手直接拍在了按钮上，随着球体疯狂旋转，几秒后一枚光球顺着管道滑落，光芒散去后，全场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。只因那光球既不是白色，也不是黄色，而是深邃妖异的紫色。林希梦当场失声尖叫：千年，这怎么可能？随机池里怎么会有千年魂灵？工作人员也脸色惨白，那是残缺的黑水妖蟒，极度危险且无法融合，强行融合只会反噬宿主，快退回去！我则凝视着眼前的魂灵，没有后退半步。别人看到的是残缺的丰兽，我却听到了他不屈的嘶吼。他体内藏着纯粹的黑暗魔龙血脉，是因为化龙失败才导致他变得如此残破。他的戾气与不甘恰好与我同体。想到这里，我上前一步，我就要他了。听到这话，林希梦急得大喊：你疯了！这是残缺的千年魂灵，强行融合你的精神海会被冲垮的。闻言，我的语气则冷静无比。我有灵通境精神力，普通魂灵配不上我的枪，只有最凶的兽才配做最狠的枪魂。他不残缺，只是在等能压得住他的人。说罢，我不等众人反应，直接伸手抓住了紫色光球。下一秒，刺骨的寒意便席卷了我的全身。妖蟒虚影在我的身后咆哮着，试图想要吞噬。见状，我识海中的霸玄神枪瞬间光芒大作，至高威压轰然落下，狠狠地砸在了妖蟒的头顶。接着我猛地睁眼，双瞳中紫黑树瞳一闪而逝，挣扎的魂灵顿时化作流光融入了我的右手。片刻后，脚下一圈紫色魂环缓缓升起。我握了握拳，感受了一番毁灭之力后，淡淡的看向了芒天：你看，我给你省了100万。芒天半晌才惊叹了一声：你这小子真是个怪物。走吧，该回去锻造了。当我们再次回到芒天工作室时，唐武林正在挥锤打铁，看到我们回来，他立刻兴奋地跑了过来：哥，你抽到100年魂灵了吗？我没有多言，直接走到场地中央，右手随意一抓，霸玄神枪凭空浮现，同时紫色魂环也从我的脚下骤然亮起。看到唐武林惊讶地张大了嘴巴，我的嘴角也勾起了一抹弧度。接着我转身看向了半米厚的合金钢板，深吸一口气后使出了第一魂技霸绝。只见我踏前半步，简单递出一枪，枪尖接触钢板的刹那，纯粹到极致的力量瞬间爆发，整块钢板当即炸裂成了数十块碎片。这一幕让唐武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一枪之威刚猛如斯。我则收起武魂解释了一番，如今我的魂力已经达到了16级。一般来说，魂灵只是一个媒介，提供的魂力微乎其微，但这只黑水妖蟒不同，它是变异体，且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，体内积攒了上千年的庞大生命能量，无处宣泄。我强行融合它，相当于把它千年的家底给吞了。这种机缘可遇不可求。芒天一脸欣赏地看着我，察觉到我的目光后，他又变回了严师。行了，显摆完就干活，魂力再高，不吃饭也得饿死，锻造才是你们的饭碗。闻言，我和唐武林齐齐应声是。再次回到锻造台后，我的感觉已经全然不同，16级魂力奔涌呼吸，无钢锤变得轻如鸿毛。仅仅半个小时，一块百段的沉银就静静地躺在了锻造台上，纯净度甚至达到了90%以上。唐武林也不甘示弱，金龙王血脉隐隐躁动，凭着蛮力与韧性，将反铁锻打成了无杂质的精铁。芒天看着成果，激动的双手发抖，接着拿出了厚厚的一叠联邦币递给了我们。我深知按行规学徒只能拿1成，可他却和我们五五分账。我接过钱后，心中满是感激，决定留500自用，其余则交给唐自然补贴家用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深夜，此时我盘坐在床上，意识沉入了识海。只见霸玄神枪静静悬浮其中，枪身上缠绕的一道黑影，正是刚收服的千年魂灵。只见白天还残缺的妖蟒，此刻已然彻底蜕变，臃肿的蛇身化作了黑金浇铸的完美躯体。我伸手抚摸了一下它的冰冷鳞片，一段信息涌入了我的脑海。原来融合的那一刻，霸玄神枪剔除了所有的博杂血脉，只留下了纯粹的灵魂本源，并用枪意为其重塑了肉身。我看着眼前的生物，眼神变得柔和。为了活下去，你竟然甘愿放弃兽的本能，彻底沦为我的弃吗？既然如此，你通体如墨，生于霸枪，又是在深夜新生，从今往后，你就叫小莫吧。